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南老师的人老原来有药医的论述。我们自身有最好的长生不死之药精、气、神。平常我们都是向外消耗，把自己的精气神尽量的用，放射用完也就死亡了。如果不放射，回转来把自己的精气神凝聚起来，就叫做还丹。什么叫还丹呢？我们生命本来有的长生不死之药，自己把它消耗掉了，现在修了半天，修回来还是自己原来的东西，回归自己叫还丹。不修行不修炼，这个东西就同后天生命一样，忙忙碌碌跑掉了。道家有位祖师爷叫张三丰，我看过他亲笔写的东西，在成都的青羊宫得有7、8个吧，我看了佩服透顶。那真叫做神仙笔记，每一个字不是横，不是直，那个笔画都是圆圈，真像是太极拳，可是都看得清楚。他的文学著作好得很，写过一本无根树的词。无根树是比喻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根的，随时会死亡，所以必须要把根栽起来，这是修道的功夫。中间有一句下手速修犹太迟，劝人赶快修道。他说年轻人早早求名师下手修都恐怕来不及了，等到挂气完了再来修更来不及了。这样一讲我们就都很悲哀了。到了一定年纪以后怎么修道？不是说不可以，一口气没有断以前都可以，但是比挂气没有完的人困难，需要多加2倍的功夫。所以在挂气未绝没有断，还没有到更年期以前，就要开始专修。不是说打坐念念佛就叫做修道，这个声明在先。无根树是道家张三丰所做的，他是元朝到明朝的道士，是太极拳的祖师。另有一个张三丰，也是一个修道家的人，是南宗的，讲男女双修，这2个人不能混淆。无根树词里提到栽阶法，梅季柳、桑阶梨，传语修真作样。自古神仙栽阶法，人老原来有药医。他以物理的道理说明，人老可以修到返老还童。梅树如果不用别的树来栽阶，是不会结成梅子的。所以梅季柳，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的科学，我们用了几千年。梨树要结成梨子，是用桑树来结，才能够结果，不然光开花不结果。这个作用传给我们修道人，当生命衰老快要死亡时，可以使他返老还童，可以使他不死，这个是栽阶法。所以说人老原来有药医。这个返老还童是什么药呢？当然主要不是外药，道家的外药，什么长生不老丹药，什么小还丹、大还丹等等，好多方子千万不要乱服啊。在药理上、医理上讲绝对有道理，可是有时候吃下去精神特别好，反而把人吃死了。不是要把你害死了，是因为精神太好，自己以为了不起，做了许多的坏事，促成你快死。至于金石之药、矿物配的外丹，那效果更快。如果自己戒律不清净，死亡的也更快。修道基本的原则是清心寡欲，乃至于绝欲，这是最高的守则。如不能做到绝欲，甚至基本的清心寡欲也做不到，想返老还童是不可能的。宋朝笔记小说中写一位老先生，70几岁，等于现在部长之流，功成名就，告老还乡，家里很有钱，地位也很高，妻妾也很多。他觉得年纪大了，怕死。听说有一位修道的人已经80、90岁，看起来只有40许，所以就把他请来，要向他求道。这位道人说，你不要修道了，你官做得很大，又富贵高寿，你应该满足了。修道是很苦的事，不简单。如果一定要求道，第一个条件要离开你这些太太们，声色犬马、吃喝玩乐的一概都不能要，然后才能跟我修道。这位先生一听就送了道人很多礼物，把他送走了。人家说，你不是要求长生不老，把这个神仙请来了吗？为什么又不学呢？他说，人活了一辈子，除了吃喝玩乐之外还有什么好玩的？叫我这些都放弃去修道，那又何必长寿呢？这也是一种哲学，没有错。可是从这一个故事，我们就了解世界上的人样样都要，功名富贵要，钱也要，名也要，无所不要，最后还要成仙成佛，哪有这样便宜的事？我常说，有那么便宜的事，他们出家又干什么呢？不是白出家了吗？有这一点好处，就不会有那一点
很公平的。如果饮食男女不能远离，不能绝育，那丹药吃下去就会早死。人老原来有药医是靠内药，内药是炼精气神。像张三丰的词，道家称这些书为丹经，参同契就是道家丹经之鼻祖。修长生不老之道是中国道家开创的。所谓长生不老之药，是本身内丹真气发动，这才是真药。老子也提到如婴儿一样，真气发动，毫无欲念，这个清的水源才可以采回来。这也是五柳派的运转合车理论。运转合车成为九转还丹，这两句话包含了功夫方法，每一步有一步的效验，一步一步有不同的方法配合。我们借用佛家的话，每一步都有助道品法帮助他化炼。至于道家的斋戒法，不管咒语，也不管观想，因为道家不谈这些，道家没有宗教东西。根据佛说，一切音声皆是陀罗尼，咒语就是我们现在讲话也是在念咒。道家的斋戒法同佛家的长寿法非常有关联，可是我们只能讲理论，道家要修炼到什么境界呢？借用庄子的话，就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才是最好的斋戒法。那是真的，假使有人懂这个方法，可以说一刻之间，等于我们静坐半个钟头以内，就可以把生命转过来。提到张三丰祖师的无根术，文学很高哦，没计柳，人是可以用自己的精神才补回来的。再说，我们平常的精神是向外放的，六根都是向外走，怎样把精神做到内敛，与天地的精神相往来，与虚空结在一起，这就是斋戒法，并不一定靠外药，更不是靠男女关系才叫斋戒法。摘自我说参同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愿意跟我一起学习南老师的智慧，请点赞转发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